嗨，大家好。特朗普执政100日，将国际秩序击了个粉碎啊！100日民调创80年最差。不过对于他来说，最近呢也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中方终于点头了，同意和美方接触。那这个决定分量不轻啊，尤其是在中美关税战持续1个月，双方始终隔空喊话的背景下，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那今天这期小金就来聊一聊特朗普上台100天到底干了什么，又毁了什么。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特朗普刚上台100天就把美国政坛搅得是一团乱麻。本来按照惯例，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新总统最风光的时候，但是现在的特朗普风光没见着啊，麻烦倒是一箩筐。最直观的麻烦就是经济了。尽管特朗普总把让美国再次伟大挂在嘴边，但是第2任期的首份经济成绩单却是狠狠地打了他的脸。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1季度 GDP 出现了负增长，环比下降0.3%，而在去年第4季度，美国 GDP 还维持在2.4%的正增长，这才过了1个季度就断崖式的下滑，是的问题。特朗普当然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问题，第一时间就甩锅给了拜登，说这是前任留下来的烂摊子。可问题是，拜登在今年1季度他只执政了20天，剩下的70多天都是特朗普在掌舵，那账怎么算，大家呀心里都明白。说到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特朗普自己的政策，尤其是他的关税政策。企业抢着进口囤货，生怕之后加税加得更狠，结果就是进口激增，总体 GDP 数据萎缩。更严重的是，还提前透支了未来的需求。那美国老百姓的感受也很明显啊。目前最新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创下了自1990年经济衰退以来最大季度的跌幅。那人心一紧，消费自然就会萎缩，买不起也不敢买，这才是经济最怕的信号。而国际市场呢，同样也在用脚投票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说，美国今年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升到40%了，而在去年10月，这个概率才27%。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正在快速的流失，经济不行，政治也出现问题啊。最近一次采访当中，特朗普突然改口，说自己不会寻求第3任期，甚至还主动提出了2位潜在的接班人，也就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这话一出，可是舆论一片哗然。要知道，就在3月份，他才在集会上高调表示要连任，才过了不到2个月，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不是自打脸吗？那有人就说这是特朗普战术性的回避呀，想要避开当前低迷的支持率的风头。前段时间有项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战后新上任总统的最低水平，比拜登、奥巴马、里根同期都跌了一大截。而根据过往经验，新总统上任初期的支持率通常是最高的，之后才会一路走低。那如今已经跌成这样，未来呢，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他身边的核心成员也变得不稳定啊，像是马斯克、沃兹曾经都是风头无两，可现在呢，马斯克被淡化，沃兹被撤职，特朗普的效忠型内阁明显出现了裂痕。那综合来看，特朗普这100天过得并不轻松。他本想在形象上打出强势回归牌，在经济上实现美国制造的复兴，在政治上形成效忠型的内阁，但现在呢，每一条战线都是乱七八糟，几乎都陷入了混乱。他嘴里说的是为美国人谋利益，但实际上普通美国人面临的却是物价上涨、工作难找、信心下滑。那上台100天的蜜月期都已经这样了，接下来柴米油盐期又该怎么样呢？特朗普会不会继续变脸？他身边的亲信还会不会再换？美国的经济会不会真的陷入衰退？这些问题恐怕连特朗普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时间不等人。4年任期才过了100日，特朗普已经出现疲态了。如果说特朗普的内政让人看得目瞪口呆，那他的外交操作简直可以用满盘乱斗来形容。一边高调打中美关税战，一边艰难地斡旋俄乌，闲暇之处还到处给盟友上关税，搞得朋友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先说中美这条主线啊，目前咱们这边终于是点头同意和美国接触了，目前谈的怎样还不得而知，大家可以支持关注我的视频，我呢随时会做出解读。
小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讲过，中美这场仗表面是经济战，其实是一场耐力战，打到最后比的不是谁动作快，而是谁能撑得住。很显然，过去这1个月，美国那边非常不好过。特朗普原以为只要把税一加，咱们这边就会主动求和，结果咱们一上来就是一套反制不主动不接电话，那我不吃你这套。所以特朗普一天一个口风，说要谈了，说中方主动来找了，甚至还提前放出了降税的风声，他是典型的心里没底。所以这次会谈会不会有成果，什么时候能谈成，答案还是很悬那再看俄乌战场美俄乌之间的博弈也没有停，表面上看这是俄乌不愿意谈的问题，但实际上背后真正较劲的是美国和俄罗斯，争的不是现在，而是战后的地盘和话语权。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到底归谁？战后重建的钱谁来掏？未来的秩序谁来定？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大国在拉锯。而在这之中，特朗普明显还是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既说不动泽连斯基在法律上放弃领土，也没办法让普京让步，俄乌谈判就这么不上不下僵持着。没办法，特朗普只能放话威胁，如果还不达成协议，美国就要退出斡旋，但是效果非常有限。执政100日，特朗普在中美和俄乌这2个最关键的议题上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矛盾一个未解。而这边还没谈拢，那边传统盟友圈正在不断的萎缩。最近，日本首相石破茂计划访华，东盟和中日韩的财长以及银行行长发表联合声明，暗批美国贸易政策危害全球经济，这些信号都很能说明问题。要知道，日本和韩国可是美国在亚太最坚定的盟友。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上去是4面出击，其实是4处碰壁中美关税谈得难，俄乌战争谈不动，盟友政策理不清。哪怕你是全球最强的国家，手上牌再多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那眼下特朗普的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想靠打压别人来凸显美国的强势，别人就越不愿意听他的；他越想用极限施压的方式逼人让步，别人就越设法摆脱依赖。最终的结果就是朋友跑光了，敌人更狠了。到那个时候，美国恐怕连谈判桌上的位置都得费劲儿抢回来。特朗普上台才100天，就已经把美国乃至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了。要问他这100天干了些什么，其实一句话就能总结：他正在快速且毫不掩饰地重塑美国，重塑世界。最直接的冲击就是美国的宪政体制特朗普上台100天，发布了178项行政命令和备忘录，几乎跟奥巴马的整个任期差不多。那这也引发了全美上下的担忧，特朗普未来会不会越权滥用总统权力的？那美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总统试图扩张权力，但他们基本上还是守着3权分立的框架。像是罗斯福搞新政，得先通过国会立法；奥巴马搞医保改革，也要一轮又一轮谈判博弈。可特朗普不一样他直接跳过国会。比如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实际只是一个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的临时部门，却能裁掉美国政府至少12万的公职人员。特朗普一纸命令搞得政府部门是人心惶惶，也不知道哪天自己就被裁了。那更让人担心的就是特朗普的这套执政方式并不是孤立，比如匈牙利的欧尔班、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这些民选强人一开始也都是按照程序上台的，可一旦手握大权，就迅速通过奖励盟友、惩罚对手的方式，将相关制度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那特朗普现在走的路径其实就类似于这一套，而且速度更快，力度更猛。更糟糕的是，美国社会对这一现象是无动于衷尽管有学者、媒体发出警告，有官员偶尔发声，但整体来看，系统性的制衡机制并没有真正启动。司法在观望，国会在犹豫，民众在分裂，似乎大家都在等着看他还能走多远。那这种沉默本身就很危险。那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特朗普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趋势呢？这场由民粹、民族主义和强人逻辑推动的政治风潮，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了，而是全世界都在面对的现实。那特朗普之所以能再次上台，靠的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化成情绪号召。这种方式看似有效，其实是饮鸩止渴。短期确实可以集中资源推动决策，但长期可能就是对他自身体制的一个巨大破坏。那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执政100天
带来的最大成就，可能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给世界敲响了一记警钟。民粹主义不会很快消失，甚至正在变成全球政治的一个主轴。所以大家现在不只是关注特朗普政府的下一步，更是在想办法适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特朗普这100天到底是一个混乱的开场，还是未来更大风暴的前奏，没有人能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世界已经不能再用过去那套来理解美国了，也不能再用过去那种惯性思维来看待全球的政治。那特朗普到底能走多远，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摧毁的不只是制度的一部分规则，更是大家对美国政治稳定性的信心，而信心是最难恢复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感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